8月19号，位于俄罗斯诺夫格罗德州的索尔特西空军基地突然传出了一阵巨响，一架俄军的王牌战轰机图 22M3 逆火发生了爆炸，还没等机场人员救援，现场燃起的火焰就已经将该机吞噬了。不用想，肯定又是乌军干的。只不过相较于乌军此前袭击的几个俄军机场，这个索尔特西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更远，距离呢接近700公里了。那么乌军的无人机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大兵来带你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关于此事的来源呢，最早是在19号下午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疑似遭袭基地内图 22M3 受损的影像。一组可能是来自近距离拍摄的视频的照片显示，一架处于半掩蔽的停机坪上的图 22M3 轰炸机燃起大火，并伴有浓重的黑烟，机身呢已经完全被烧毁垮塌，机头部分则掉落至机面。飞机附近还有部分地面机务设备。俄罗斯国防部也在19号下午发表的声明中证实了此事。声明称，莫斯科时间19号上午10点，乌克兰当局利用自杀式无人机对诺夫格罗德地区一处军用机场实施了袭击。该无人机被机场附近的观察哨发现，并使用轻武器进行了拦截，但并未拦截成功，导致一架轰炸机受损，没有人员伤亡。在这次袭击中，乌克兰派出了至少3架无人机。虽然俄军的电子战设备迅速发现并且击落了这3架自杀式无人机，但最终还是导致一架飞机受损。不过，俄罗斯所谓的受损与现场流出的画面恐怕有些不太相符了。图片中这架受损的图 22M3 战略轰炸机恐怕是要被烧成一块废铁了。虽然后来很快就有俄军事专家跳出来解释，称这架图 22M 只是一架停用很久的训练机，但说到底还是俄军大意了。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频发的当下，将战机露天放在机场，那不就是明摆着让乌克兰来打的吗？而且无论是训练机也好，现役机也罢，这次行动已经成为了自俄罗斯空军开战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损失之一了，同时也是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从开战以来所创下的最远袭击记录。该机场位于圣彼得堡以南约185公里，莫斯科以西500公里，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以东160公里，这使得它位于乌克兰边境以北约667公里处。显然，乌军的无人机奔袭距离又进化了。近几个月来，基辅的远程无人机武器库急剧扩大，对莫斯科的定期袭击已经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遇袭的主角图 22M 逆火轰炸机，该机呢在1969到1993年之间生产，建造了超过500架。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老化或者退役了，但仍然是俄空天军珍贵的武器之一。这款轰炸机在俄乌开战后呢，一直都是俄军对乌空袭的主力。曾有一名俄罗斯将军说，100次挥舞拳头不如战略轰炸机舞动1次翅膀。不过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俄军的战略轰炸机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尽管它的作用的确要比挥舞拳头要大，但相比于1991年那场海湾战争，俄罗斯轰炸机的作用就显得不够看了。在这次战争中呢，俄战略轰炸机更多的是远程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并没有充分发挥其载弹量大的优势。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俄乌战争初期，这些轰炸机呢让乌克兰十分头疼，它们被用来向乌克兰发射老式的 KH-22 和较新的 KH-32 导弹。这些导弹的高速袭击让乌克兰对其几乎没有防御能力。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俄战略轰炸机的作战方式，就会发现，俄军所有的轰炸机部队在乌克兰的主要作战方式，就是在乌克兰边境以外的白俄罗斯或者俄罗斯上空发射对地打击的巡航导弹，去打击那些已知坐标的大型固定目标。西方智库的信息显示，除了少量巡航导弹被击落或者遭遇干扰外，大多数巡航导弹的命中精度都达到了3到10米，但是远程巡航导弹只能用于打击已知坐标的大型固定目标，使用缺乏灵活性。当然，战略轰炸机使用空射巡航导弹打击一些关键战略设施目标确实很有必要，但要一直这样玩就显得有些大材小用了。毕竟俄军那些地面或者水面发射的巡航导弹也足以胜任轰炸机的任务。实际上，轰炸机的优势呢在于地毯式轰炸，大量投送相对廉价的炸药，进行大规模火力输出。
以前呢是投放无制导炸弹，是以更加纯粹的地毯式轰炸。随着卫星制导炸弹研制成功后呢，轰炸机又能进行地毯式精确轰炸了。一次飞行投放个几十个卫星制导炸弹，然后便各自找各自的目标，即便是投铁炸弹的地毯式轰炸也是很有效的。在曾经的叙利亚战场，俄军就大量使用图 22M3 轰炸机对敌军阵地投放高阻炸弹，为地面作战的胜利扫除障碍。但到了俄乌战场，俄罗斯却仅仅在马里乌波尔钢铁厂之战中使用图 22M 进行了凌空轰炸战术。那么俄军的轰炸机为什么不敢进行地毯式轰炸呢？大兵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呢还是俄军的轰炸机突防能力有限。即便是面对乌克兰不是那么完备的防空系统，贸然进入乌克兰空域仍然有很大风险被击落。这一点呢已经被苏35、苏34所证实了，而俄军无法承受这样的高昂代价。至于图 22M3 为什么能对马里乌波尔使用，主要是因为当时该区域已经为俄军所团团包围，周围基本不会存在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了。而现在的乌克兰呢，不仅有了能够击落匕首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周边区域还经常有北约预警机巡逻。俄罗斯一旦出动轰炸机入乌作战，将会面临各方的针对与打击。对此，俄罗斯才会出此下策，让轰炸机一直在境外发射导弹。这样一来呢，似乎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家飞机了。但是，一直被动挨打并不是乌克兰的风格，特别是这种超远距离的空袭，让乌克兰防不胜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主动进攻袭扰俄军轰炸机才是最佳选择。乌克兰这次行动明显是削弱了俄罗斯的空中打击能力。此外，战略轰炸机作为俄三位一体核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军事具体化的代表。乌克兰想要通过袭击战略轰炸机打击俄罗斯的精神面貌和士气。自从俄乌开打以来呢，大兵已经记不清楚这是乌军第几次袭击俄军机场了。上一次闹出类似的新闻呢，还是在去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穿越俄罗斯，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和加吉列沃空军基地。在那次袭击中呢，2架图95轰炸机和1架图22轰炸机被损坏。这次也是乌军首次使用无人机深入敌国境内打击俄军的战略轰炸机。自从这次袭击成功后呢，俨然为乌军打开了战争的新思路。此后，无数无人机前赴后继般的前往俄罗斯本土，为俄军带来乌克兰最真挚的问候。看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乌军在对俄的远程袭击中使用的一直都是自家研制的武器，例如击沉莫斯科号，乌克兰使用的是自研的海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空袭别尔格罗德，乌克兰使用的是原点优战术导弹，是继承自苏联；炸毁克里米亚大桥是派遣敌后特工使用的汽车炸弹；夜袭俄黑海舰队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则是使用乌克兰自己拼装的小型自杀式无人舰；而袭击恩格斯机场则使用的是改良后的图141无人机。以上种种呢，不仅代表乌军自研能力的强大，也显示出了在军事技术落后俄罗斯的前提下，乌军尽可能的让自己去和俄军打不对称作战的战术想法，用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连续袭击给俄军造成巨大的压力。除了不间断打击俄首都之外，乌克兰的无人艇最近呢也经常出现在俄罗斯的港口附近。这种作战方式呢，让俄军十分尴尬，将其海防和空防的漏洞完全暴露。在北约的情报系统支持下，乌克兰现在已经把不对称作战提升到了一个全新高度。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都是高成本武器，图 22M3 的造价是4亿美元一架。对俄罗斯而言，由于他们深陷西方制裁，因此很难再耗资建造战略轰炸机了。乌克兰呢，用区区几千美元的无人机就换得几亿美元的战略轰炸机，简直不要太赚。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军袭击俄轰炸机得手后不到24小时，俄总统普京突然现身边境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与俄军高层进行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普京主持的这场会议没有事先公布，也没有透露具体时间。在俄空滇军基地遭遇袭击后，俄新社等媒体才发布视频，显示普京进入了俄南部军区司令部。顿河畔罗斯托夫这座城市，各位应该不陌生。今年6月，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金的尊皇讨歼行动就发生在这里，它是俄南方集群司令部的所在地，战略价值非常重要。俄乌前线的一应战况都会先在这里汇总，再上报到克里姆林宫。
普京和绍伊古下达的各项作战命令也会在这里往前线分配。显然，普京这次来呢，就是为了亲自听取各位军事指挥官的报告，以判断俄军下一阶段该怎么做。在俄罗斯媒体披露的视频中，普京是夜里乘车抵达的。在这里的还有俄联邦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以及目前几乎所有在俄乌前线的高级将领。这次访问可谓是十分大胆啊！要知道，这里距离乌克兰本土仅有100公里左右，如果被北约侦察体系提前发现普京的行程，恐怕随之而来的就是乌克兰铺天盖地的无人机。但是没办法呀，眼下俄乌战争已经打了1年多了，俄国内的经济已经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自从进入到2023年以来，卢布汇率持续下跌，几天前呢更是一度跌到了100卢布比1美元的关口。而在开战初期，打下的土地已经被乌克兰收复了大半。到了秋天，美军的 M1 坦克也将抵达乌克兰，年底还有 F-16战机来袭。而最近呢，乌克兰又看上了瑞典的鹰狮。以上种种事件呢，无不让大地感到焦头烂额。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军必然会寻求更多的突破，来快速结束这场战争。在过去几天，俄军已经加大在北线对库皮扬斯克等重要据点的进攻。这里是哈尔科夫州的门户，去年9月之前还在俄军的掌控之中。当时呢，乌军集结重兵准备进攻第聂伯河右岸，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却悄悄率军北上，趁着俄军兵力空虚，打了一波漂亮的闪击战，成功收复该地。如今呢，俄军再度瞄向了这里，但在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和乌东战区司令希尔斯基的共同决策下，乌军迅速调动预备队第14旅和第95空降旅，抵达了库皮扬斯克的门户佩特罗帕夫利夫卡，并且进一步组织反攻，通过一番激战，将来势凶猛的俄第6集团军击退了。当然，这次能够成功的击退俄军，巴赫穆特方向的乌军也功不可没。因为这次呢，乌军在巴赫穆特南翼的进攻过于猛烈，吓得俄军不得不将库皮扬斯克的俄军调过来。目前乌军呢在巴赫穆特南翼的进攻，主要是在安德里夫卡以东铁路陆堤防线。一旦陆堤失守，后面是一片开阔地，很有可能会导致南翼俄军的溃败。至于之前打得火热的博罗季涅，目前已经有消息称俄军已经从该地撤退了，剩下乌军再次清理俄军残余士兵。而在扎波罗热中部战线，目前乌军向南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主要目标是托克马克和波洛西。乌军正在赶赴托克马克城区，这是通往梅利托波尔的关键节点，也是南线俄军的交通枢纽。俄罗斯自觉在占领扎波罗热州的首府扎波罗热市无望之后呢，将梅利托波尔设立为俄占领扎波罗热地区的伪首府。显然，面对乌克兰军队从6月份开始的军事反攻，俄军有点手忙脚乱了。乌克兰军队夺取了前线350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看起来进展并不大，但是俄军防线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7月31号，乌军成功使用风暴阴影导弹击中了俄第58集团军司令部，击毙了俄南部军区副司令佐科夫中将，成为俄方承认的特别军事行动中阵亡级别最高的将领。这种情况下呢，普京再不去紧急督战，恐怕以后连谈判桌都坐不上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